世界杯要64，闲聊一句闹成事。3州主席全反对，名额可有中国队，说的就是这事儿。下一届世界杯可能要变成64支球队，128场比赛，从头到尾踢6个星期，比刚打完的这一届还要多16支队，多24场球。国际足联一共211个会员，比联合国的成员国还多。64支队进正赛，等于4个会员里就有1个能去世界杯。那问题来了，多出来的这16个名额，亚洲能分到几个？中国队够得着吗？这是现在的状态，两头拧着。一头提这个主意的人已经在网上直接官宣，说2030年就办64队。另一头，国际足联连一次投票都没投过，欧洲、亚洲、中北美3大洲足联的主席全公开反对，连2030年那届的3个主办国私下里都不乐意，声势闹得震天响，程序上一步没走。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开会快散场时的一句临时插话。2025年3月初，国际足联理事会开了一次视频会议。国际足联就是管全世界足球的总机构，理事会相当于他的董事会，大事都得这一桌人拍板。那天正景议程走完，快散会了，轮到最后一项其他事项。这个环节就跟咱单位开会最后那句“大家还有别的事儿”没一个意思，一般没人当回事儿。偏偏就在这个环节，乌拉圭足协主席阿隆索口头提了一句：“2030年是世界杯100周年，能不能把那届办成64支队？没有文件，没有方案，就是一句话。”国际足联发言人后来自己说，这个想法是被自发提出来。1个月之后，这句插话变成了正式提案。2025年4月11号，南美足联开代表大会，南美足联管整个南美洲足球，梅西的阿根廷、内马尔的巴西都归他管。会上，主席多明格斯把64队正式摆上台面。据半岛电视台报道，他的理由就一句：100年只庆祝一次。再往后，这事儿一路往前拱。2025年9月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纽约见了多明格斯和南美各国足协的头头，专门谈这件事儿。2026年4月，南美足联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开代表大会，因凡蒂诺到场。据南美媒体报道，多明格斯当着全场把一条队长袖标戴到因凡蒂诺胳膊上，然后借着100周年再提一次64队。同一场会上，他宣布南美支持因凡蒂诺2027年竞选连任。到今年7月21号，这届世界杯决赛刚踢完第2天，多明格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：2030年世界杯来到乌拉圭、阿根廷和巴拉圭，这是一个用64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年的绝好机会。注意他的语气，板上钉钉的陈述句。可国际足联到今天一个字都没确认过。南美为什么这么上心？这里头有2笔账，也得摊开说。第一笔，2030年那届的正赛全在西班牙、葡萄牙和摩洛哥踢，南美3国只分到开头3场100年纪念赛，队伍多了，场次多出24场，南美才有理由把比赛往自己家里多搬几场。第二笔更实在，按南美媒体的报道，64队方案下，南美足联那10个会员国全部直接进世界杯，一场预选赛都不用打，包括至今一次世界杯都没进过的委内瑞拉。这2笔账都是南美媒体自己报的，摆在这儿。那国际足联自己到底什么态度？今年7月12号，因凡蒂诺接受瑞士一家电视台的采访，正面回应了这事儿，一共3句话。第一句，这肯定是一届这届世界杯之后会由相关委员会去研究和讨论的事。第二句，办世界杯就得为整个世界办，不只是欧洲和南美，是整个世界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做梦参加世界杯的权利。第三句，如果你不给小国参赛的机会，他们也会失去继续进步的动力。说白了，没答应也没拒绝，门留了一条缝。这儿得停下来合一件事儿。中文网上流传一个说法，说因凡蒂诺亲口讲过，想让中国和印度参加世界杯。我们把他这回采访和各家外媒的报道翻了个遍，这句话没查到任何出处。他那3句话里，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没点过。网上传的是一回事儿，他嘴里说的是另一回事儿。这2样得分开搁。国际足联官方的立场拢共就2条：会研究，没时间表。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细节，温格带了阿森纳22年的那位老爷子，现在是国际足联的全球足球发展总监。他在这届世界杯的官方技术报告里说，48队是巨大的成功，还特意算了笔账，48支队在211个会员里还不到25%，4个国家里才轮到1个。有意思的是，支持继续扩军的人最爱用的也是这个数。你看，3/4的国家还进不来呢。同一笔账，一边拿来证明够热闹了，一边拿来证明门开的还不够大。那64支队的世界杯是真踢起来是个什么样？若真变成64队，按外媒最常见的推演是这么一套：64支队分成16个小组，每组4支，现在是12个组，
每组前2名出线就是小组赛打完能留下来接着往下打的意思。每组留俩，正好凑出32支队进淘汰赛。这届那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晋级的绕脖子算法直接取消，小组前2留下，其他人回家，一目了然。场次呢，小组赛从72场涨到96场，总场次从104场涨到128场。赛期从这届的5周半拉到6个星期上下，球员从集训到决赛前后得搭进去小2个月，球场至少要20到22座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往后想一个国家单独办世界杯，门都没有了，必须几家搭伙，这还只是一半，另一半得跟2030年那届本来就定好的安排叠一块看。2030年这届本来就是历史上摊得最开的一届，6个国家，3个大洲，正赛主办国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。按英国天空体育的统计，西班牙出11座球场，摩洛哥6座，里头有卡萨布兰卡那座能装11万多人的新球场，葡萄牙3座，因为撞上100周年，开头还有3场纪念赛，2030年6月8号、9号。在乌拉圭、阿根廷、巴拉圭各踢一场。为啥是这3家？乌拉圭是1930年第1届世界杯的东道主，阿根廷是第1届的亚军，巴拉圭是南美足联总部所在地。这3场踢完，参赛队再飞回欧洲、非洲，6月13号、14号正式开幕，决赛定在7月21号，6个主办国全部自动进正赛，剩下42个名额，全世界靠预选赛去抢。现在把2件事摞一块，本来就要横跨大西洋3个大洲，6个国家来回飞，这要再塞进16支队，24场球，还得再找出4到6座球场，行李箱本来就塞满了，还要往里硬塞一床棉被。谁最头疼？就是那3个正主办国。所以反对名单里连他们仨都在。这份名单咱一个一个数。第一个，欧足联主席切费林，管整个欧洲足球的一把手。2025年4月，欧足联在贝尔格莱德开代表大会，他当着全场说，这个提案对我来说可能比对你们还意外。我认为这是个坏主意，还补了一句，对世界杯本身不是好主意，对欧洲的预选赛也不是。第二个，亚足联主席萨勒曼，管亚洲足球的。2025年4月12号，吉隆坡，他的话更狠。如果这个口子一开，那就不只是有人要求扩到64队，还会有人跑出来要求扩到132队，那就变成一团混乱了。第三个，中北美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，这届世界杯就是在他们地盘上办的，48队的世界杯，我们连一脚都还没踢呢。我个人认为，扩到64队根本就不该被摆上桌面。3大洲的足联主席一人一句，全是公开场合实名反对。更扎眼的是主办国，据西班牙电台卡德纳报道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3边私下都反对，改成64队，理由还是那笔账，场馆、住宿、交通，整盘计划全得推倒重排。东道主自己嫌队多，这在世界杯历史上不多见。顺手点个订阅，这名单还没数完。西甲主席特巴斯今年7月21号接受意大利米兰体育报专访，火力全开，增加参赛队数量毫无意义，他们在摧毁这个能创造几万个工作岗位的足球产业，只为了一个持续40天，而且只有少数球员参加的赛事。记者问他，因凡蒂诺是不是该下台？他答，我认为是的，我觉得他的时代结束了。球员那边也有一笔账，国际球员工会推算，赛历这么一扩，顶级国脚1年俱乐部加国家队要踢70到83场球，踢球的是人，不是机器。还有一个不用张嘴的信号，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，切费林没去。欧洲足球的一把手缺席世界杯决赛，这事儿本身就是坏。不过光听反对的不公平，支持的理由也得摆足。因凡蒂诺的逻辑你刚听过，每个国家都该有做梦的权利，不给小国机会，小国就永远没有变强的动力。这话有现成的证据。48队带来4支头一回进世界杯的队，佛得角、库拉索、约旦、乌兹别克斯坦。佛得角西非海上的一个岛国，全国人口52万多，也就一座小城市的规模，小组赛硬是踢出个第2名，堂堂正正出线，成了世界杯历史上打进淘汰赛的人口最小的国家。淘汰赛碰的还是阿根廷，扩军等于注水，这句话被佛得角结结实实顶回去半句。国际足联自家的技术小组也帮腔，克林斯曼点名夸了佛得角，当然这是自己人给自己的政策打分，这层得说明白。可另外半句还立着，同样这届也出了德国7-1库拉索这种比分，库拉索全国人口才15万多。有分析指出，把最悬殊的那3-4场剔掉，场均进球就调回上一届的水平。进球多了不等于球更好看，也可能只等于队和队的差距更大了。最后是钱，只报数。国际足联2023到2026这个4年周期，收入约130亿美元啊。上一个卡塔尔周期是76亿，32队变48队，收入从76亿变成130亿。按福布斯的统计，光2026这一届就进账约90亿，其中转播权39亿。数摆完了，顺带再合一条，中文网上还传国际足联扩军是瞄准1000亿中国市场，
这个说法我们同样没查到任何外媒出处。该算中国队那笔账。第一笔名额，这届世界杯48支队，亚洲分到8个直接名额，外加一个洲际附加赛名额。附加赛名额相当于半张票，得再跟别的大洲的球队打一轮加赛，赢了才能进。所以大家管这个叫8个半名额。2030年要还是48队，亚洲还是这个数。若真扩到64队，亚洲能有几个？国际足联一个官方数字都没给过，能查到的只有2种推演。英国天空体育推的是欧洲约21席，非洲12席，亚洲10席，要按48到64的比例等比放大，亚洲约11席多一点。就是说，推演口径在10席到11席之间。这是第3条核查，中文网上传的最火的2句话：亚洲席位大致翻倍，亚洲区排名第16也能进。我们查了一圈，这2句没有任何外媒印证，源头是国内媒体的推测，转来转去转成了定论。所以老老实实的答案是扩到64队，亚洲多出来的名额大概1个半到3个。第2笔，中国队现在站在哪儿？2025年6月5号，雅加达世界杯预选赛，中国队0-1输给印尼。输完这场出局。那个阶段的规则是18支队分3个组，每组前2名直接进世界杯。中国队那组6支队打完10场，3胜7负拿9分，排第5。国际足联最新一期世界排名，2026年7月20号更新，中国队世界第91。把亚洲的队单拎出来数，排在中国队前面的有12支：日本、伊朗、澳大利亚、韩国、沙特、卡塔尔、乌兹别克斯坦、伊拉克、阿联酋、约旦、阿曼、叙利亚。也就是说，中国队是亚洲第13队，使进过1次世界杯正赛。2002年那届3场全负，1个球没进，倒丢了9个。下一场正式比赛要等到2027年1月7号开幕的沙特亚洲杯。中国队在正赛里同组是伊朗、叙利亚、吉尔吉斯斯坦。第3笔把2组数字并在一块儿，亚洲现在8个半名额，就算按最乐观的推演加到11席，多出来的那2-3个名额落在亚洲区第9到第11的位置上。中国队上一轮预选赛小组第5，现在世界排名第91，亚洲第13。名额当然不是按排名发的，得在预选赛里真刀真枪打出来。但仗就是这么一本账，扩到64队，亚洲多出来的是1个半到3个名额。中国队要够的是这几个名额里的最后一个。数字念完了，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定？程序上这事儿走到哪一步了？答案是哪一步都没走到。一个2025年3月在会议其他事项里被口头提出来的动议，到今天为止1次正式投票都没有过。能拍板的只有国际足联理事会，就是开头说的那个董事会。而讨论这件事的理事会会议连日程都还没排，而且就这几天，国际足联那边出了一件更大的事儿，跟扩军不是一回事儿，但把整张桌子掀了。国际足联想把旗下赛事的一部分商业股权卖给外部投资人，估值200亿美元。7月30号，欧足联把55个成员协会叫到一块儿开紧急会议，55家一致表决，只要这个计划不撤，欧洲的球队就不参加世界杯。欧足联的原话是：世界杯不能被当成一件投资产品。同一天，亚足联主席萨勒曼给亚洲47个会员发信，说事先一起都没跟大家商量，这完全不可接受。中北美足联也开了紧急会议，公开反对。这回是欧洲、亚洲、中北美3大洲又是全反。到今天为止，一句话都没说的洲际足联只有一个南美足联，而南美足联的主席是天天在推64队的多明格斯。今年4月在基多，他刚宣布过支持因凡蒂诺连任。所以现在的局面是64队这案子没死，也没人撤，还在桌上摆着。只是眼下国际足联得先解决下一届世界杯还有没有人来。往后看2个日子，2027年3月18号，摩洛哥拉巴特国际足联代表大会选主席，因凡蒂诺竞选连任，211个会员协会1加1票。据报道，已经有200多个会员签了支持信，刚跟3大洲翻完脸，转头就要挨家挨户拉票。这一年怎么走？盯这场会。第2个日子，2027年1月7号，沙特亚洲杯开幕，中国队在正赛里。这是中国队下一次能被大家看到的正式比赛。还有个绕不开的天花板，2030年那届的主办国、球场、揭幕战日期全定死了。离开赛不到4年，64队这事儿每拖1个月，可操作的空间就小1分。留个题：64队的世界杯，你投哪一票 ？A. 支持，100年就一次，多几个国家圆梦不亏。B. 反对，48队才踢完一届，先看看效果。C. 都行，就想知道亚洲能多几个名额。评论区告诉老马你选哪个。2027年3月拉巴特那场会开完，咱们回来对答。觉得这期有用，顺手点个订阅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